吏部尚书贪赃枉法，其府中受牵连婢女，现奉天子令安置，赏配本次守城立功将士为妻。历入军籍，选中者配为妻室，未被挑中者一律发往军营后方听用，不得擅离。后方那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是啊，这些常年守边的粗汉，一个个就跟饿狼似的，哪会怜香惜玉？要是去了，怕不是……刚从末世川来，没想到睁眼便在发配的边关军营。若是去了后方营地，那伺候的便是无数兵卒。将士之妻，好歹也是明媒正娶的妻室，有名分有保障。若男人日后立了功，甚至还有机会脱离奴籍，彻底翻身。边关粮荒，军饷都发不起，哪还有余粮养媳妇儿？我叫苏荷，本是末世基地的后勤人员，原主是尚书府1等丫鬟，主家谋逆被拆，好不容易熬到了边关，却突然染上了风寒，最终没能抵抗住这场高烧，倒让我这捡了便宜，得了重活一世的机缘。只是睁眼便是发配边关的罪奴身份，这无疑是地狱式开局。可上天既给了我再生之机，那无论前路与处境何等艰险，我都势必会攥紧属于自己的生路。在末世，我学会了2个硬道理：第一，活命靠实力；第二，跟对人才能活。左臂还绑着渗血的布条，说明近期经历过战斗，小臂、肩膀、脖颈上也有一些伤疤，表明常年在刀口上讨生活。但站姿稳健，气息沉稳，没有重伤后的虚弱，浑身透着一股悍不畏死的粗猛气息，这就充分表明他的恢复力强，体质好。在末世，这无疑是最优质的伴侣。这些女子虽是被发配的罪奴，但出自高门大户，那主家必是精心栽培过的。这样的女子娶回去，既能撑得起墙面，又能料理好家事。最重要，这乃朝廷赏赐，相当于赐婚，也算是一种荣光了。此女眉眼艳丽，身段窈窕，容貌是一众女奴中最为出挑，一看就是精心教养出来的。但此次战功萧征第一，我第二，万一她也看上了。此次前营立功晋升共12人，新进百户10名，总校2名。你们12人按战功高低依次择妻。一个个瘦得跟麻杆似的，风一吹就倒。指望他们干活，怕是连锄头都拿不稳；指望他们持家，我家就快揭不开锅了。再多张嘴，怕是全家都得饿肚子。看萧征那淡漠的样子，哪有一点选媳妇的兴致啊？老萧，既然你对此无甚兴趣，那我便先开个头，给你打个样，你看如何？萧征，你意如何？无所谓，随他。他这是真无兴趣啊！真是汉子，选媳妇都不积极。女人娇气又麻烦，还费口粮，远不如奖赏银子粮草来的实在。这男人也太凶悍了，瞧着就怪让人害怕。果然，这莽夫只会打仗，哪懂一个贤内助的重要性。这个小将倒是气质沉稳，眼神精明却不显凶厉，看着就好相处，不失为最合适的夫君人选。我苏兰要嫁，就要嫁最优秀的男人。沈峰，那便你先选吧。此女容貌端庄，我愿领回去。我就知道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苏兰永远是最好的那个。苏荷，你再会办人事又如何？到头来还不是只能等着被挑剩，说不定最后还得去后方伺候那些粗汉。切，长得帅能当饭吃吗？会甜言蜜语能挡刀吗？能在野兽扑过来的时候把你护在身后吗？相对于小白脸，我更喜欢魁梧凶猛的男人。这个军汉就很合我意。如果这个男人毫无兴趣，甚至弃权不选的话，那我岂不是少了一条活路？不能急。我现在要做的是尽量降低存在感，避免其他人选走，然后等一个时机。萧征，轮到你了，速速择一人。将军，我不需要女人。你说什么？赏我粮草银两即可，我养不起人。放肆！这是朝廷赏赐，岂由你推辞？不是不想娶妻，而是真的养不起。萧家世代军户，父亲5年前战死，只留下寡母和2个年幼的弟妹，一家4口全靠我一个人的军饷撑着。这样的日子，何苦再拖一个女人进来受苦？不能再等了，再等就没生路了。这是要干嘛？一个罪奴竟敢主动出力！我不需要你养，我会种地，会做饭，会持家。我不费你口粮，也不会拖累你，而且你很强，跟着你我安全。这姑娘胆子大，实在够直接。老萧，你捡着宝了！这小娘子爽烈，比那些哭哭啼的娘们强多了。快带回家吧，说不定人家种地真有一手呢。老萧，人家都主动了，你还矫情个啥？对啊，老萧，你那饭量是出了名的饭桶，没准娶了媳妇儿真能吃饱了哟。他站得笔直，没有羞涩，没有惧怕，很坦然地告诉我，他看中的是我强壮的身板，还说他能养活自己，不会拖累我。到底是谁挑谁？可面对他这眼神，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萧征，你快把人领回去安置吧。磨磨唧唧的，还不如一个娘们爽快。跟上。
这个男人，我赌对了，这日子不成问题。竟当众求人收下自己，真是不要脸。那萧征满身煞气，一看就是个粗鄙无礼的，哪像沈风这般体面。苏荷，往后有你受的。井口在村中央，晒粮空地在东侧。那几户人家门口堆着兵器残件，应是战场带回来的。在边关，这些可都是值钱的物品。哎呦，萧百户这是带了个媳妇儿回来，还真是啊。我方才还瞧见沈风也带了个女人回来。这朝廷就是好啊，不花钱就能白得一个媳妇儿，就是瘦了点儿，那腰怕是一掐就得断了吧？这样子能干活不？可别是个娇小姐哟。瘦不瘦的不重要，能不能活下去才重要。房屋虽很简陋，但院子还算宽敞。阿珍回来了，这是官府配的媳妇儿。你个傻憨憨，你还真领了个女人回来，你就不能换点别的赏赐？要粮食要银子，哪怕赏半个猪头也好啊！领这么个娇小姐回来，是要当活菩萨供着吗？朝廷下旨，推不掉。事已至此，埋怨也没用。好歹家里这个老大难总算是能成家了。进来吧，外头风大，他那身体瞧着就弱不禁风，可别吹病着了。家里可没银钱给他看病调养。婆母这也算是接纳我了。娘，我们回来了。今天啥也没挖着，山上外围那一圈都被村里人挖光了，连点野根都没剩。我往东边走了好远，也没找到其他野菜。这位是？这是你们嫂子。嫂子？这次立功，朝廷分配的媳妇儿。那啥，嫂子，我叫萧俊，这是家里的小妹萧月。你们好，我叫苏荷。行了，别站院子里，都进屋吧。正等着吃午饭呢，家里也没啥好东西，就剩点黑面饼了，凑合着吃吧。娘，今天还有饼呢。少说话，你哥打仗刚回来，得多吃点。你能吃粗粮吧？能吃，吃吧。在末世，我连发霉的食物都吃下去。这黑面饼子，即便是粗粮也好很多了。以他这体格，能吃得饱吗？嫂子，你也挺能吃的。今天有点饿。能吃好，能吃说明身子骨不差。你俩倒是般配，一个饭桶，一个也挺能吃。5年的末世生活，已经让我养成了不浪费一滴一粒的水粮。可这里不是末世了，这个世界是有物资的。既然有物资，我又有能力，那就不能再挨饿受苦，得尽快改善家里的伙食，提升生活水平。喏，拿去，给我，不然呢？谢谢婶子。谢什么谢？进了这个门就是一家人了。等会儿梳洗后就换上吧。在末世，我见过太多人为了半块干粮翻脸，为了活命背后捅刀，甚至亲人反目，同伴相残。相比之下，萧家穷是穷了点儿，可人心不坏。婆婆嘴硬心软，护短又直爽；弟妹懂事勤快，瞧着也没有那些刁钻算计的小心思。至于萧征，虽然话不多，人也粗，但瞧着是个顶得住事儿的男人。在这乱世边关，能有这样的一个家，其实已经是很难得的开局了。受到北边旱情的影响，边关也很久没有下雨，但好在军户村里还有一口老井，目前还能保证日常的用水。不过大家也不敢太浪费奢侈，平日里都是能省就省。
老大，怎么了，娘？把水拎你屋里去，让人家姑娘洗洗，换身衣服。这2天你就去你弟屋里睡。愣着干啥？你俩什么礼都没过，难不成现在就睡一屋？行。这个我住了10多年的地方，今天就要有个女人住进来了。她还要在这里沐浴西蜀，我萧征有媳妇儿了。水倒好了，你就在这儿洗吧。这2日你就在这屋歇歇，我去阿俊那里睡。好，你不用这么拘着，我们是夫妻，这关系已成事实，我们都要尽快适应对方的存在才好。你说的对，我只是还有点不习惯。有媳妇儿不习惯？以前并未考虑过。我也没想过。这衣服挺好看的。臭嘴，说这个干啥？那我一会儿穿给你看看。哥，你急匆匆的干嘛去？忙你的去，问那么多。这个家好像比我想象的还要有意思一点，还真是有缘。没想到原主和我不仅名字一样，就连长相也如此相似。没准这就是我的前世吧。这还是刚才那个蓬头垢面的醉奴丫鬟吗？这相差也太大了。怎么了？有点没认出来。之前很难看吗？不是难看，只是太脏了。现在挺好看的，比我娘年轻时穿的还好看。你这么说，不怕婶子听见揍你？那我不在她面前说。这是什么钢铁直男？看着凶，却是个憨的，不过挺有意思的。洗干净了就好。谢谢婶子借我的衣裳。借什么借？进了门就是自家人，这身衣服就是你的了。家里也没什么活要做，你回屋里歇会儿，养养神。我确实连续好几日没有好好休息了。这次立功，将军也特意奖赏我们在家休息几日。我去阿俊屋里歇会儿，有事叫我。这次立功，身体肯定又碎混了不少。真想去山上看看，木系异能还在，只要有植物，我就有办法。嫂子，你醒啦！我等会儿要去上山挖野菜。上山？这阵子地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卫所又没有多余的救济粮，村里人如今都往山上找吃的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啊？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。你们俩去可以，但别走太远了啊。知道了，娘。这一路走来，不少地方的泥土都被翻过，显然村里人已经来过很多次了。木系异能明显弱了许多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能力还在，一切就有希望。等等，刚刚那一瞬，是野菜，太好了！没想到穿越重生后，我的木系异能竟异变了，现在不仅能催生种植，还能感知周围几公里内的植物情况。在这个靠赤山山的边关地方，那简直就是寻宝神器啊！阿月，
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嫂子那边是石头坡，没有野菜的。去瞧瞧吧，万一石头缝之间有野菜呢？行吧。嫂子，有野菜啊！太好了，今天有菜吃了。嫂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居然真让你找到地方了。我也是凭着直觉，关异能的事不能直接说，但可以给自己塑造一点玄妙的能力。如此一来，也能为之后展露异能有个说辞。那肯定是嫂子你运气很好。确实还不错，异能升级让我对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更多了几分底气。今晚能加菜了，娘肯定高兴。很久没遇上这么鲜嫩的野菜了，挖回去足够咱们吃2顿了。说不定过段时间又会长出一片马字界。真的吗？这里能长出这么一片马齿苋，说明这片地里是有种子的，只要根不断，要不了多久，肯定还能长出来一片新的马齿苋。那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野菜吃了。那太好了，嫂子，这地方以后就是咱们的秘密地了，谁也不说。好。不远处的灌木丛边，有几株微弱的植物气息。阿玉，那边好像也有。真的？走走走，这里余下的一点小菜苗，就让它们再长长吧。哇，今天带着嫂子上山，真是带对了。今天的运气太好了，嫂子，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。等等，茎秆直立，小叶如雨，是野生黄芪。草药。嫂子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野生黄芪，是一种中药材，可以卖给药铺换钱。什么？这是药材，还能换钱？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在山上遇见草药。这黄芪可是好东西，可以补气、抗疲劳、消肿，帮助伤口愈合。那岂不是可以给大哥用？这个黄芪对大哥的身体恢复确实有帮助。嫂子，你竟然还认识药材，你太厉害了！以前跟着府里的大夫识得一些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快挖吧。嫂子，今天咱们运气太好了，我以前上山一整天都不一定能挖到这么多，娘看到肯定高兴坏了。只要木系异能还在，这片山就饿不死。哟，这不是萧家丫头吗？今天挖到啥啦？喏，看吧。哇，萧月，这么多野菜，你们从哪儿挖的？还挺嫩，够吃2顿了。这些野菜都是我嫂子找到的。刚来就能找到野菜，新媳妇儿不错啊。运气好罢了。好啦，婶子嫂子们，我们回去啦。再留下来，野菜都要不保了。娘，快来看，我们找了好多野菜。哟喂，这么多啊！你们怎么找到的？半山腰上还有这么多的野菜吗？月儿，你是不是带着你嫂子去深山了？没，娘，你也太看不起我们了，我们哪敢进深山啊？那你们这些野菜，这都是嫂子找到的。嫂子在找野菜这方面很有一手嘞。这些野菜真是在半山腰上挖的？真的，没进深山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今天吃野菜粗粮饼。月儿，过来洗菜。哎，我也来帮忙。你歇着去，这点活我们娘俩就够了。这新媳妇刚进门，哪有让你干活的？这是啥？娘，这是黄芪，你别弄坏了。嫂子说这个能卖钱的。你还认识药材？以前在府里跟着大夫学了一些皮毛。这倒是个本事。在边关，粮和药都值钱，会认药材的人可不多。以后上山带着萧月，多挖点回来。娘，嫂子还说能把黄芪种起来。种起来？这东西能种吗？能，
这几株还可以在院子里养一养，等养大点，更能卖个好价钱。那咱就试试吧。那块地空着，你要种就种那儿吧。好。这是半沙地，没关系，再贫瘠的土地，我也能种出粮食来。先把地里的土都翻一下。这个新媳妇，倒不像想象中那么娇弱无用。黄芪啊，黄芪，你可要快快长大。这2天用木细咒逆，再滋养催一催，等根系长得壮些，卖价自然也能高一些。这菜地还空着不少，不种些东西着实有些浪费啊。婶子，家里还有种子吗？我想再种点。这是之前春种时挑剩下的，种子有些不太好，你要种的话就拿去试试吧。没事的，婶子，其实我对种地也挺有一手的，只要是种子，我就能把它们种出来。马上就能吃饭了。好香啊！真是个小馋猫。娘，好了没？我的肚子早就咕咕叫了。急啥？还没好呢，先垫垫吧。你去后院叫你大哥吃饭了。哎，老大也是闲不住的，一大早起来去院子后面砍竹子，也不知道干啥。哎，如今家里添了人，缺的物件可不少。大哥，吃饭了。听见了。快吃吧。真香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我跟嫂子挖回来的。这丫头这么快就被收服了，她倒是适应得很好。她看我做甚？好家伙，这男人吃饭都不用咀嚼的吗？种粮的事不能再拖了。作为异能者，怎能让自己的男人吃不饱呢？有个事儿，我得跟你们商量一下。既然你已进了我们萧家的门，那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。我打算后日在家里置办一桌席面，到时请村长还有阿征营里的上官来家里坐一坐，也算是给你们做个见证。唉，只是如今年景不好，咱家条件也有限，大办肯定是办不起的。家里还有巴掌大的一块熏肉，高粱面估摸还有2碗，年初晒的干蘑菇还剩一点，坛子里还有些咸菜，再去村里买几个鸡蛋，如此凑一凑，应该也能整出4、5个像样的菜。你们觉得咋样？娘，你安排就行。家中之事本是他们女眷做主，我只负责赚钱养家，人际带回便要负责。这是这2个月的月银，娘你看着置办。这2个月怎么才这点儿？咋还越来越……娘，慎言！村里的院子紧挨着，这种话要是传出去，可就落了口舌。唉，这日子过的，以前还只是小齐的时候，1个月也有5、600个铜钱，时不时还能加点月粮。现在生了百户，2个月拼死拼活，拢共才拿回2两银子，这畏缩克扣的越发过分了。这个百户当的，算了，好歹总算是有儿媳妇了。1天后就是我与萧征的婚宴了，总不能全让萧家人付出，而我一点表示都没有。更何况一辈子结这么一次婚，这成亲的酒席不求多风光，但也不能太寒酸。不行，我今天还得进一趟山。若是能挖到些值钱的东西，好歹也能给这场婚宴多添2道像样的菜。不能再等了，山里的药材我今天已经隐约感知到几处。如今家里实在简陋，老大，你拿着银子去镇上瞧瞧，看能不能置办点东西回来。后日要办酒席，家里缺的东西不少，油盐酱醋都得备一点。阿俊，跟我去镇上一趟。好。光靠家里那点东西可不够，我去村里转一圈，看能不能换点菜回来。嫂子，我先去洗碗啦。山里还有不少植物气息，其中有几处比黄芪的生命力还强，多半也是药材。如果能挖出来，就能换些银钱了。只是这小丫头要是跟着，很多事情都不方便。萧月，阿月在不在？在，走啊，去河边洗衣服。我就不去了，我嫂子刚来，我得陪着她。没事，你去吧，我就待在家里歇会儿。可
可嫂子你一个人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你快去吧。那好。当参，这东西在边关可比黄芪值钱多了。看来这山里还真藏着不少好东西。这些东西若是拿到镇上药铺，少说也能换点银钱。这下婚印上的席面总算不至于太寒板了。我这是不知不觉走到深山里来了。深山里有野兽，我得赶紧离开。不会，这就被野兽盯上了吧？啊！肉，红烧兔子凉拌兔丁烤兔肉，美味好吃的肉啊！要是婚宴那天桌上能多到兔肉的话，那就是实打实的硬菜了。糟了，别跑！我都能感知植物了，那我是不是也能操控它们？成了！今天可真是走运。原来我的木系异能不只能催生植物，还能感知它们，操控它们，这可就有意思了。时间不早了，该回去了，否则等其他人回来看不到我，会担心的。今天这一趟属实收获多多，光是药材就挖到了5、6种，虽然每一种数量不多，但经过异能强化后，也算得上是上等品质了。我们家安澜啊，不愧是官家大户教养出来的，一身的本事，婶子有福气了。那当然，你们不知道，我昨日都给惊着了。我家这媳妇儿不仅会女红，还会打算盘，甚至还会识字嘞！还会识字！哎呀，那可了不得！大家过奖了，我自小跟在小姐身边随侍，不过都是学了点皮毛。桂香来了，桂香。听说你家也领了个媳妇儿，听说你家媳妇儿跟沈家媳妇儿是一个地方出来的，都是主子身边的1等丫鬟嘞，那应该也挺有本事吧？你这话问的，都能当上1等丫鬟了，还能差呀？再说了，以前的日子什么样又如何？能把当下的日子过好了，那才是真本事。婶子估计还不太了解阿和妹妹，我们俩是一同陪伴小姐长大的。她呢，专门是负责内院事务的，主要是替小姐整理衣物香笼，还有安排小姐的饮食。我呢，则是负责对外，比如陪小姐赴宴应酬、接待来客什么的。看来这萧家媳妇不如沈家媳妇更受主家重用啊！整理衣物怎么了？操持饮食怎么了？那说明会持家，会过日子。我家媳妇儿还会识药材呢，我骄傲了吗？真的假的？那可是真本事啊！是啊。婶子怕是弄错了吧？苏荷整日待在府里，哪懂什么草药？桂香啊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也没必要为了点面子瞎胡扯。我怎么胡扯了？我家儿媳妇会识药材不行吗？哎，那是不是萧家媳妇儿？嚯，这也是个眉清目秀的标致姑娘呢，瞧着很是利落大方，看着就很顺眼讨喜。婶子，哎，萧家媳妇儿，你背的啥呀？挖的一些草药，还真是药材。哎呦，还有兔子，这兔子哪儿来的？运气好，在山里抓到的。你这运气也太好了，我们村已经很久没见人逮着猎物了。你这狠媳妇可真厉害。阿和妹妹，你什么时候会识草药了？咱们以前住同一屋檐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们虽然住一屋，可又不是时刻黏在一起。再说了，我会些什么，还得时时向你禀报吗？也是，没想到阿和妹妹以前在府里还藏诀，说不定在哪儿偷学来的。偷学怎么了？有本事的人在哪儿都能学到东西。阿和妹妹，不是姐姐说你，既然已经嫁了人，那就该守媳妇的规矩，你怎么还能叫婶子呢？哼，那是咱们家之礼，不像有些人连个明面礼数都没有，就直接拉着人入了房。我们萧家再穷，也不会委屈新媳妇儿。后日等他们小两口过了礼，拜了堂，那自然就会改口了。萧家要办酒席，这年景还能摆席，桂香真是看中这个儿媳啊！走，回家。呸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就是抓了只兔子，挖了点野草，还摆酒席，年景这么差，他王桂香倒是敢折腾。萧家竟然会给苏荷办酒席，可沈家从头到尾没提过一句。同为百户媳妇，
等到萧家摆席那天，村里人会怎么议论我？不行，绝不能被苏荷比下去，绝不能！娘，干啥？其实我也没想到萧家会为阿和摆酒席。哼，摆就摆呗，谁稀罕？浪费粮食的玩意儿。可咱们沈家若是不办，村里人怕是会多想吧？多想？先不说我跟阿和出自同一个府邸，村里人难免拿我们两个新媳妇比较。就说峰哥与那萧征同为百户长，若萧家摆席，我们什么反应都没有的话，那旁人会怎么说？我刚刚怎么没想到这一层？要是萧家摆了席，沈家却什么都没有，那村里人不得背后笑话？娘，其实也不用大办，就简单摆2桌，请些相熟的人来坐坐，也不算失礼了。对对对，就该这样。我儿可是百户，怎么能被萧家压一头呢？走，回去，咱们跟阿峰商量下，这酒席咱们也得办。嫂子，你去哪儿了？可急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在屋里歇着，就先把衣裳晾了，又把院里的活儿都收拾了，结果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敲门喊了好几声也没人应，我还当你出什么事儿了，正准备出去找你呢。这小丫头是真把我当自己人了。抱歉，让你担忧了。我想着待在家里也无事，就上山转了一圈，想着看看还能不能再挖点野菜。嫂子，你一个人进山了，你人生地不熟的，万一碰上野兽怎么办？好了，先进院子再说。难得见一回野味，可不能让他跑了。兔子，嫂子你还抓到了兔子！早知道我就不跟去河边洗衣裳了，跟着嫂子去山上抓兔子多有趣啊！嫂子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运气好，我也没想到会遇上兔子。这兔子可是肉啊！后日的席份上，咱们是不是能添一道硬菜了？那还用说，有了这兔肉啊，比啥菜都体面。所以这兔子啊，咱们先养2天。来，把草药都倒出来吧，趁着这会儿天色还亮，先理一理，免得压坏了。嫂子，这些全是草药。对，这是柴胡，这是党参，这几株是黄芪，还有黄芩和野山药。乖乖，这么多药材！嫂子，这些真的都能卖钱吗？能卖，量虽然不算多，但胜在品相好。若镇上药铺识货，应该能卖个几两银子吧。几两银子！娘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这是在弄什么？这些都是草药。这么多？大哥，这些都是嫂子挖回来的，还有兔子呢。兔子？嫂子，这是你抓的？运气好。这女人不是京城大户人家的大丫鬟吗？不是应该养尊处优的吗？怎么又是会挖草药，又是会抓兔子的？你们不知道，嫂子可厉害了。行了，别叨叨了。先把东西收拾好，这些草药晾晾，明儿拿去镇上问问价。你买的东西可还齐全？我今天在村里还换了一些菜跟鸡蛋，有了这些，后日的席面应该差不多了。有事？给你的。你买的？路过铺子时顺手买的。没想到这钢铁直男也是有点浪漫因子在的嘛。谢谢。后日用得上。这男人还挺有小心思。这些草药昨晚经过我的异能滋养，根茎粗壮，药香浓郁，比普通山里挖出来的要好上不少。若是遇上识货的药铺掌柜，价格必定不低。走吧。边关不大，就2家药铺，这家算是比较公道的，口碑也还不错。掌柜的，你们收草药吗？收的。这党参是你们挖的，这些药材根须完整，个头也大，更难得的是药香极浓。老夫在这边关多年，还很少遇到品相这么好的药材，绝对称得上上等货。老夫也不弯弯绕绕，给你们算个好价钱，3两6钱银子。比我预想的还高一点。3两6钱，对现在的萧家来说，已经是一笔不小的钱了。原本以为他挖来的草药顶多就1两银子，没想到竟然卖了足3两多银子。我2个月拼死拼活才拿回来2两的月银。他果然像在校场上说的那样，能养活自己，甚至比很多人都还要强。之前听他说不需要你养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这话挺有志气。可现在我们已经是夫妻，养他本该是我的责任。若是连媳妇儿都比不过，那我还算什么男人？不行，
我得立更多的军功，不能靠媳妇儿养家。你有没有什么想买的？还真有不少东西需要添置的。我熟镇子，要买什么我带你去。我想买的有点多，有些杂。没事，慢慢采买吧。我要这把小药铲，铲头小巧轻薄，刚好用来挖药材，不伤根系。柄身牢固，不脆不晃，用着稳妥。还要别的吗？再添一把小刀，处理药材根须、修剪枝叶都用得上，锋利顺手就好。都包起来。客官，您要的家伙事儿都齐了。药材采回来需要妥善存放，多买几个粗陶罐，密封防潮，药性才不会流失。布袋装种子干货最合适，耐磨又透气。再称一点干潮糖，留给阿俊和阿月解馋。都听你的。怎么了？没有合适的种子？铺子里品类太少了，边关土地贫瘠，我本想找些高产耐风沙的良本菜种改良田地，可惜这里只有白菜、萝卜、葱蒜这些最常见的。无妨，镇上货品种类有限，若是不够，日后我托营中兄弟从别处集镇捎带回来。先买这些将就着种，有总比没有好，剩下的我们再慢慢想办法。是沈风和苏兰，没想到这么凑巧，他们俩也来成衣铺子，难不成也是为程青燕准备的？真不能再少了，这是本店最便宜的了，再店价我就亏本了。大婚在即，我却连一件像样嫁衣都没有，只能穿沈珠2年前的旧衣，又紧又勒，抬手都不方便。这红盖头还是跟沈风软磨硬泡才勉强答应的。罢了，就这个吧。阿和妹妹，你也来挑衣裳？过来挑几件衣裳。也是，成亲总得添点喜气，你快去挑挑看吧。我倒要看看，萧家这般清贫家境，苏和能挑出什么像样的衣裳？方才采购工具、陶罐、零碎物品，一共花了1两9钱，如今手里还剩1两7钱。8月酷暑，正好买轻薄下布，给娘、阿俊、阿月都做上新衣，一家人穿上新衣才是真的圆满。这藏青、浅灰下布怎么卖？小娘子好眼光，200文一匹，轻薄透气，最适合热季穿。很好，2匹都帮我包起来。哎，好嘞。一匹约有3丈，2匹布料足够婶子和萧俊兄妹各自制作一件新衣裳了。不是绸缎装花，却是最实用的粗棉布，窄袖束腰，方便干活起居，再配一件外搭小罩衫，挡风喜庆，刚刚好。这套红布嫁衣我要了，再加1双布鞋，1丈细棉布，一并算价钱。嫁衣、布鞋、细棉布，一共350文。包好。这套长衫按他的身形裁1套，再配1条红布条镶边添喜气。掌柜的，算多少银子？这位郎君身形挺拔，配齐头巾布带，一共450文。全都包起来，算总账。小娘子，总共1两250文。萧征就这么任由他挥霍，光在衣服打扮上花心思，把席面置办好才是真正体面。看萧家明日怎么面对乡亲。我连一块最便宜的盖头都要再三斟酌，他却直接给萧家全家置办新衣，凭什么？我以为他只给自己挑嫁衣，没想到他把母亲、弟妹连同我的新衣一并置办齐全了。他赚钱不易，却舍得为萧家付出，以后我得对他更好点。掌柜，再把墙角的碎布头送我当天头。没问题，送您了。卖药材的3两6钱，如今只剩450文，但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家人身上，没有半分浪费，值得。怎么这副模样？觉得我太败家乱花钱了？没有，你买的全是一家人能用的物件，半点不算浪费。况且银子是你辛苦赚来的，你想怎么花都由你做主。果然没有看错人，不迂腐，不大男子主义，通透又靠谱。东西太多了，我去雇辆牛车。好。过来吧。刚买的糕点，吃块垫垫肚子当午饭了。哎呦，萧家这是置办了多少东西，满满一车。是为明日婚宴准备的，萧家这回是真舍得。看不出啊，平日里紧巴巴的办喜事倒是大方。
嫂子，你们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我的乖乖，你们这是买了多少东西？银子呢？还剩多少？嫂子，今天的草药都卖掉了吗？一共卖了多少银子呀？都卖干净了，一共3两6钱。多少？3两6钱？就你昨天那1篓草药？3两多银子，我们家攒大半年都攒不下这么多。季安堂孙掌柜识货，给的价钱实在。那现在还剩多少？还剩450文。啥？就剩这么点儿？3两多银子啊！我连捂都没捂热，直接没了。婶子您别心疼，银子花完了我再挣。我随便进山一趟采些草药就能换钱，咱家以后不会缺进项的。他说咱们家在末世苦熬了5年，如今好不容易能过安稳日子了，我就想把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体面舒坦些。你这孩子花钱怎么这么大手大脚呢？娘，苏荷没乱花，买的全是家里能用的东西，银子是他自己辛苦挣的，他自己做主理所应当。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？她嫁进萧家就是萧家的人，家里又没分家，一大家子吃喝开销哪里不要钱？哪能由着她私自赚银乱花？萧征属实憨直，道理没错，但这话太直白，纯属激化婆媳矛盾啊！婶子别气，她嘴笨不会说话，其实她是想说，我身为新媳妇，手里留点体积，穿戴体面，外人看着也给萧家长脸面。娘，这是苏荷特意给你阿俊阿月买的新布料，你找赵婶帮忙裁一裁，今晚赶出来，明天婚宴全家都穿新衣。活了半辈子，从没人为我专门扯新布，没想到第一个给我买新衣布料的是刚进门的儿媳。婶儿，条件有限，买不起成衣，只能辛苦您亲手裁剪。这2匹布够你们3人做新衣裳了。够的，还有优余呢，让你破费了。以后我多挣钱，年年给您买新衣裳。哎呦，下次可别这样了，有这份心就够了。好哦，有新衣服穿啦！我明明选了最体面出众的沈风，怎么摆个婚宴却处处不如苏荷？风哥，怎么了？我这只有一顶红盖头，会不会太过单薄了些？方才你也看见了，苏荷那边添了许多物件，明日两家同日办席，邻里乡亲定会拿来比较，我怕给你丢了脸面。家里银两本就紧张，酒席人情往来处处要花钱，实在没多余闲钱置办新衣。你身上这件本就还算新的。我明白的，有这身衣裳，我已是心满意足了。我是想去一趟胭脂铺，明日便要成亲，好歹略作装点，也能让你在营里的上峰和同僚面前体面几分。如若你，那便算了吧。硬碰硬他必定拒绝，唯有示弱懂事，他才会心软妥协。行了，走吧，去胭脂铺。谢谢峰哥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。我跟他磨了这么久，他就给这种最低等粗糙的胭脂。从小到大，我还从未用过这般劣质脂粉。峰哥，我们坐牛车回去好不好？我走了一路，脚实在有些酸。不行，方才买脂粉已经花多了，反正也不远，咱们还走回去吧。而且也不赶时间，我陪着你慢慢走。最便宜的盖头，最劣质的胭脂，连几文车钱都舍不得花，我当初怎会选他？不，沈峰是最年轻的百户，将来定能升千户。如今的拮据只是暂时的，熬过去就好了。好，我都听你的，我们走路回去。午饭就简单对付一下，也好省些精力忙活明天的婚姻。我出去一趟。走路干脆利落，半点不拖沓。果然，大长腿走路都要快些。我去找虎子玩会儿。我去隔壁赵婶子家，让她帮忙今晚连夜裁布。你在家看好院子，锅里还有热水。知道啦，娘。按前世时间，此刻才下午3点多，天色尚早，要不再去半山腰转一转，碰碰运气。气死我了！怎么了？气成这样？我刚去找虎子玩才知道，沈家明日也要摆酒席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昨天半点风声都没有，怎么突然就定了明天？摆明了就是故意的。
咱们早就定好明日办宴，他们临时跟风选同一天，就是故意跟咱们打擂台。大哥和沈峰同属一个千户阵营，明日营里同僚上峰都要来，你说他们该去谁家？这不是故意让大哥难做吗？难怪今日在成衣铺撞见苏兰、沈峰挑红盖头，原来早就盘算好了办婚宴。苏兰向来掐尖要强，事事压人一头，从前在尚书府就处处针对原身，这次沈家临时跟风办宴，多半和他脱不了干系。我本无意与你争长短，只想改善家境，安稳过日子。可你既然主动找上门来膈应，那我也没必要让着你。好了，别气了。酒席日子本就没有规规矩限，谁能办谁不能办，咱们拦不住，也不必拦。道理我懂，可咱们先定的日子，他们顺风凑热就不地道。就是，纯粹就是故意膈应人。咱们只摆2桌家宴，不邀全村宾客，双方宾客本就不重合，正好借着这次机会看清邻里人心，同僚分寸，也是好事。别纠结这事儿了，晦气。反正天色尚早，闲着也是闲着。你们来帮我剪红纸、贴窗花，布置院子，添点喜气。好，我会剪纸，我来帮嫂子剪喜字。明日是大婚喜事，不宜动气，也不宜贸然进山，安稳在家筹备才是稳妥之举。大哥，你这是新打的木箱子，看着好结实。特意打的，给你用，放衣物方便，算是给你的聘礼。朝廷指婚，无媒无聘的，我身为丈夫，总不能委屈了她，能补的体面还是要尽补上的。你这箱子来得太及时了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。难怪大哥这2晚总往外跑，原来是偷偷给嫂子准备惊喜。要你多嘴。他还真是有心了。等一下，这个给你。原木木簪，簪头雕的是禾苗，对应的是我的名字，没有繁复花样，却是亲手雕折，满心诚意。这可比金银首饰珍贵多了。我自己学着雕的，手艺一般，你暂且将就着用。很好看，我特别喜欢，这是我收到最好的新婚礼物。你喜欢就好。明天就用它来盘头发吧。只是明日毕竟是成亲的大日子，这木簪淡雅素净，日常佩戴倒是极好，但用在喜宴之上，太过素净，倒是少了几分喜庆。有了，这一节颜色鲜亮，质地柔软，用来点缀簪子刚刚好。真是笨手笨脚的，看着简单，上手怎么这么难？嫂子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我想盘一朵小红花，系在这只木簪头上，添点喜气，明日大婚戴着正好。我来试试。嫂子，你教我怎么绕就行。你先把布条卷紧实，再一层层向内收拢，叠出花苞的弧度就可以了。嫂子，成了。阿月，你的手也太巧了，比我强太多了。真好看。嫂子明天带着这只簪子出嫁，肯定是全村最好看的新娘子。金银首饰虽贵重，却不及亲手制作的心意。这些碎布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，能做不少实用精巧的小物件呢。窗花和喜字都剪妥当了，都好了，娘，就等着明天贴上去，给院子添喜气呢。我方才去赵婶子家串门，刚听说沈家明日也要摆酒席，偏偏跟咱们凑同一天，真是会挑时候。这事儿全村早就传遍了，他们摆明了跟风，咱们早早定下的日子，他们却临时插一脚，分明就是故意膈应人。罢了，人家要办酒席，咱们也拦不住。大喜的日子不置气，咱们好好筹备明日的席面，千万不能出半点岔子，绝不能让人比下去。娘，你别急，我早就想好菜谱了，咱们明日就2桌席，肯定能办得丰盛体面。咱们之前备好的兔子能拆成3道菜品，将脱皮的兔腿做成红烧，
兔子的骨头也不能浪费，可以搭配山菇炖汤，剩下的兔肉切丁，拌上黄瓜萝卜，撒上葱段调味，做成凉拌兔丁，一荤一汤一凉菜，花样不重，口感丰富，再加上腊肉、鸡蛋，就是5道硬菜，搭配5道时令素菜，刚好凑齐10道圆满席面。一只兔才能拆分做出3道菜品，这法子我活这么多年从没听过，光听着就鲜香入味。想想特别香，咱们好久都没吃过这么丰盛的席面啦。咱们还有备好的板油兜底，油水充足，整桌菜看着丰厚扎实，乡亲们绝对挑不出半点错处。好，就按你说的来，这席面绝对拿得出手。阿征，营里明日要来的宾客都敲定好了吗？村长和手下同僚我都亲自请过了，明日会准时到场。千户那边身份不同，我不便强求，顺其自然就好。没错，随心就好。来者是客，不来也人之常情，不必强求。说的在理，夜深了，大家都早点休息，明日还有一大堆活要忙。我来帮你。桂香，你看需要我干点啥，尽管吩咐。我特意带了口大锅，炖汤最合适不过，保准帮你炖得香能入味。今天我就要成亲了。嫂子，丝瓜水还能擦脸呀？边关风沙大，常年吹风容易干裂起皮，丝瓜水能润肤补水。嫂子懂得也太多了，难怪你的皮肤一直这么细腻好看。眼下条件简陋，只能这般将就，聊胜于无。等以后条件好了，我再慢慢琢磨，做些更好的润肤方子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太好看了！嫂子明明还是原来的嫂子，可就是感觉哪里不一样了。这才哪到哪儿，等以后条件好了，还能更好的。今日的婚礼虽没有从娘家出门的仪式，但该有的热闹过程还是有的。待会儿萧征会带着我一起在村里绕一圈，算是让众人见个礼，然后再回院拜堂开席。礼数虽简，却也不失体面。兔腿留着，那个要红烧。骨头给我，俺来炖汤。蘑菇洗干净点儿。时间不早了，先把衣服换上吧。这衣裳真好看，我要去给娘看。这可是媳妇儿亲自给我挑的衣裳。哟，萧征今日倒是俊俏了不少啊！这身新衣服真不错，这就叫啥来着？人逢喜事精神爽。没错没错，这身衣裳总算没白买，把他那一身粗汗气都遮下去了，看着稳重体面多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啦，新娘子出门喽！哎呦，这新娘子也太标致了，真是天仙下凡啊！一看就是踏实能干、会过日子的好孩子。这身红衣裳真衬人，多周正的姑娘，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。走吧。好，嫂子，上车吧。这是借的，绕一圈路远。成亲这天，就算再简朴，
他也不想委屈了我，不想让我在今日受累，挺好的。新娘子坐牛车啦！走喽！这是萧家迎亲呐！哟，还有牛车，萧征这孩子倒是疼媳妇儿。这排场可以啊，比预想中热闹多了。再稍旺一点，菜赶紧洗干净，这锅都是借来的，谁敢摔碎了谁赔偿。一个个磨磨蹭蹭的，半点手脚都不利索。没有新嫁衣，没有像样首饰，就这一盒劣质胭脂，再怎么花，也撑不起大婚的场面。萧家那边可太热闹了，萧征特意给新娘子备了牛车，排场十足，新妇长得也格外好看。快点收拾，别磨蹭了，该出门了。走？怎么走？你看看人家萧征，还给苏兰备了牛车，你怎么没准备？你再看我身上穿的还是妹妹旧日衣衫，如今连代步牛车都没有，你说我怎么出门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无理取闹？咱家条件就这样，能办起这场婚事就不错了，你还奢求什么？赶紧走，别让乡亲们笑话。怎么会这样？苏和素来低调，今日怎会如此风光？她那般光彩照人，倒显得我像个笑话。我的天，这萧家媳妇可真好看，谁说沈家媳妇最好看的啊？对呀，我瞧着沈家那媳妇老气混秋的，哪有萧家媳妇鲜亮好看呀？可不是嘛，这气色这模样比苏兰好看多了。你看苏兰穿的还是旧衣服，脸上涂抹的就跟猴屁股似的。瞧瞧萧征多疼媳妇儿，还给备了牛车，沈家连个车都没有，两个新媳妇儿的待遇还真是不同。萧百户、苏娘子，百年好合啊！你去哪家啊？我打算去沈家看看。俺刚从那头过来，沈家那边可没啥热闹看的。是啊，我也去瞧了一眼，菜都还没上火。萧家可有肉菜？没错，俺刚还去萧家闻了下，那香味儿。真心待人，从不在口舌敷衍，贵在事事用心，处处周全。这份心意远比排场珍贵。马上上人了。慢点下，当心踩空。新妇进门啦！这新娘子长得真标致，眉眼温顺耐看，这身红衣上衬人，瞧这气色多好。你们看她头上那木簪，样式别致，别处都没见过。脸蛋粉嫩嫩的，一看就是性子柔和、会过日子的姑娘。今日我是新娘子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坐等开席就好。铁山、丽安，你们来了，快屋里坐。萧百户，恭喜恭喜，这是我跟家里人备的一点薄礼，祝你们新婚顺雷。恭喜萧大哥、苏嫂子，咱们萧百户今日瞧着，当真是满面春风啊！早就听说新嫂子模样周正，身子能带我们去瞧瞧新娘子吗？走，我这就带你们去看看。哈哈哈哈！老萧，我可没迟到吧？哈哈哈哈！我可是直接推了那边的酒席，专门来你这儿来了。来了就好，坐。萧兄，新婚大喜，多谢几位兄弟，今日不必拘着军中规矩，随便落座吃喝。要说这同一天办酒，差距也太大了。你这里这么热闹，沈家院里却是半点人气都没有。少说两句。行行行，我不说便是。几位嫂子快坐，屋里简陋，别嫌弃。早前听旁人说你是尚书府出来的大家丫鬟，我们心里还悄悄打鼓，怕你瞧不上我们这些军户妇人呢。是啊，都说京城来的姑娘心气高，架子大，如今看来倒也不尽然。以前在府里也是伺候人的，都是一样过日子的普通人，哪有什么心高气傲？外头人人都夸你能干，今日亲眼见着才明白，不光手脚厉害，性子还这般沉稳大方，半点不扭捏端架子。是啊是啊，一点没有新媳妇怯生生的模样，真是难得。你们不知道，
我嫂子厉害的地方多着呢，上山能挖草药抓兔子，在家能种菜做饭，待人又温柔，全村都找不出第二个这么好的嫂子。哟，这小姑子这么护着嫂子，看来是真把她当自家人了。这可怎么弄？两边都是刚升的百户，咱家大儿都还在别的千户营当总旗呢，两家谁也得罪不起。萧征那边，沈峰那边，我跟沈老根毕竟是一个宗族的，今日自然要去给沈家撑场子。再说沈峰也是个有前程的后生，给他个面子，往后也好说话。萧征与沈峰都是我带出来的得力干将，前天刚得到小道消息，总兵有意在5个千户里选出一个左参将。眼下这个节骨眼儿，可不能内部闹矛盾，可两边的酒席都去也不合适。要不谁家也不出席，你是千户长，不出席也说得过去。夫人说的极是，还劳烦夫人准备2份贺礼，让禁卫给两家送过去。第一道菜来喽，红烧兔腿。这兔肉炖得金黄酥烂，一点都不柴，味道真没得说，太好吃了。第二道菜，兔骨山菇汤。这汤炖得乳白乳白的，真鲜。第3道，凉拌兔丁。这凉拌兔丁味道绝了，咸香带辣，太适合下酒。早几日就听闻萧征媳妇进山3采草药，还逮大野兔，今日咱们算是沾足弟妹的光。这兔肉是真香，听说全是萧家新媳妇儿一个人在山里待着的。可不是嘛，进山一趟，草药挖了1篓，还顺手拎了只野兔回来。原本想打个头就去沈家那边的，可这味儿实在太香了，这一闻脚就有些挪不动了呀。尝一口再去吧。这兔肉炖得酥烂入味，一点柴都不柴。这炒鸡蛋嫩得能掐出水来，就连那野菜都拌得格外香。至于沈家，就等吃完了过去补个礼吧。该请的邻里、营里同僚全都派人去喊了，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？怎么回事？村长那边该到了吧？沈百户，恭喜恭喜！一个管地的人有什么好重视的？肉香味都飘过来了。萧家已经开席了吗？他们那边的宾客已经到齐了。娘，嫂子，别等了，萧家那边早就动筷子开吃了，足足4道荤菜呢。原本以为同一天办酒席，就算不压过萧家，也该是差不多。没想到婆母如此抠色，竟然连基本的颜面都不维持。说是这样的几道菜，仅有的1盘肉菜，肉还切得零碎，以前尚书府的下人都不吃，他们竟然用来招待宾客。这兔肉真好吃，绝了！我昨日就听说了，嫂子是个有本事的，还进山抓到了兔子。今日我们也是有口福了。哎，没错，以后让弟妹多发挥点本事，咱们也能多沾沾光。这新媳妇儿真是有本事，还能抓到兔子。桂香嫂子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啊！也是这孩子心善踏实，处处为家里盘算。小百户，我家千户大人命我送份贺礼过来，道一声恭喜。李千户虽没亲自来，可这份礼到了，意思便到了。他谁家都不去，偏又都送礼，也算给足了体面。劳烦了，替我谢过千户大人。营中还有差事，我就不久留了。老李这做派倒是一碗水端得平，他这个位置本就不能偏。慢些喝，菜还多着呢，锅里还有热汤，尽管吃，尽管添。反正银子已经花了，那还不如再敞亮点，让大家吃个饱，喝个高兴。今日沈百户新婚大喜，咱们举杯同贺，往后诸事顺遂。千户大人军务繁忙，不便亲临，特命小人送来贺礼，祝沈百户新婚。劳烦小哥跑一趟，快坐下喝口热酒再走。营中还有差事，小人不便久留，就此告辞。不来便不来，咱家菜也确实简陋，只要千户大人没去萧家就好。又不是千户本人来了，有什么可高兴的？说明人家压根儿就不看重沈峰，才找了一个借口罢了。果然是边关军户人家的做派，小气又短智。今日劳各位亲友前来捧场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往日里我最擅长活络气氛，今日却是半点法子都没。村长到现在都没露面，摆明了是偏向萧家，故意不给咱们沈家脸面。原来以为凭着酒席，多少能博一些好名声，如今倒好，
不仅没能压过萧家，反而更丢脸了。今日还有点账目没理，我就先回了。俺也得回去看看孩子了，营里还有事儿。人呢？一个个什么玩意儿啊！老娘花银子还得不到一个好了，真是白眼狼，白瞎了老娘银子。看吧，我就说没那个必要办席面，浪费银子粮食，本来就没什么家底，办成这样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不是叫你把席面好好整治一下吗？你看你弄的什么，这么寡淡，叫宾客怎么吃？我倒是想好好的整一大桌子的好菜，可没银子啊！你们谁给我银子置办了？一个个说的轻巧，我不想弄好点吗？家里拢共就这么点银钱，我都拿出来置办席面了，还要我怎么弄？席面你们收拾吧，老娘今日累了大半天了，回屋休息去。这谁收拾啊？我今日一大早就忙到现在了，都没喘口气呢，想替死我们呀？嫂子，你是沈家长媳妇儿，这场酒席本来也是为你办的，自然该由你来收拾。什么？我？你当儿媳妇的，你不来操持家务，谁来做？峰哥，家里的活儿你自己看着办就是了，往后你主内我主外，家里交给你打理，我放心。沈东，跟我去还凳子。哦。他竟然连一句话都不愿意为我说，甚至连看都不愿多看我一眼。是啊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才是外人。嫂子，你还不动手收拾？你怎么不收拾？你这是才进门就想使唤小姑子做事啦？你出去问问，谁家新媳妇这么做的？你好意思吗？再说你是沈家媳妇儿，你不应该帮着大哥操持料理家务活吗？不然娶你回来干啥？当大小姐吗？他这番话说的可谓是十分犀利，但却沾着几分理，倒让我无法反驳。不然就得落一个刚进门就偷奸耍滑、苛待小姑子的名头了。可从小到大，我从没做过这些，别说收拾残局，就是端碗洗碗这种事，在尚书府里也从未轮到过我。怎么，难不成还要我把娘喊出来，亲自请你干活？哼，不过是个丫鬟而已，还当自己是大小姐呢。丫鬟不就是干活的？俺改日再来做。今日这席面，我怕是要回味好久了。小百户有福气啊！小百户，行了行了，别站着了，都动起来。阿俊，你去把桌子收了。月儿，把碗都端去灶屋。我去把锅里那点汤收一收，别浪费了。我去村里打些水回来。娘，我也来帮忙。去，你今日是新媳妇儿，哪能让你动手？这点活有我们就够了。可没什么可的，你真要闲得慌，就去堂屋把今日的礼收一收，记个数。这个活你能干。行。军户村家底不宽裕，这些东西算不得多厚重，却都是大家实打实的心意。席面上的肉是一点都没剩，连汤汁都被瓜分得干干净净。这说明今日这席面办得成功，大家吃得尽兴。晚饭就把剩下的萝卜、白菜、豆腐什么的直接煮锅大杂烩得了。虽说没什么荤汤夫，再配上几个黑馍子，够一家人吃得饱当当的了。来回跑了4趟，总算把家里的凉水缸都装满了。开饭啦！今日你是心腹，先吃。谢谢娘。今日可算是吃过瘾了。是啊，好久没吃过这么多肉菜了，今日真的是吃的最幸福的一天了。那还不是你嫂子的功劳，要不是她抓了兔子，哪来的这些好菜？嫂子最厉害。我只见到眉眼，记着我，哪怕走3-6年。这个在战场上杀敌的军汉，此刻竟像个不知所措的纯情大小孩。我要是不开口，他怕是能一直傻愣愣的杵在那儿。你杵着那儿干什么？让我打仗杀敌我在想，可让我哄着女人做那档子事。你是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？我也没做过这种事儿。怕吧？不怕。要是有什么不对，你跟我说。没关系，漫漫长夜，咱们慢慢来。在末世警醒惯了，向来很少睡得沉，没想到昨夜却睡得这般安稳。平日里看着凶悍，睡着倒平和。别动。你醒了？再躺会儿。
算了，多陪他一会儿吧，反正时间还早。该起了，快换身衣服。小俩口的感情好着呢，按这劲头，说不定要不了多久就能抱小孙孙了。早啊，娘。哎，起来啦，快去洗漱吧。你先来洗漱。昨日酒席柴火用得多，我再批些。不错，瞧着就是满满的安全感啊。按老一辈规矩，新媳妇进门第一日要亲手给婆家做一顿饭，才算真正落了户，入了家。俗话说入乡随俗的，我既然已经嫁进来了，那这一步自然不能少。你怎么进来了？饿了？娘，今早做什么？你说，我来做。昨日宴席口粮消耗不少，家里实在没什么东西可做，这压根儿不费什么功夫，我自己很快就能弄好。没事的，娘，你说怎么弄，我来做。来了几天，我还没给大家做顿饭呢。行，那你来做吧。今日就简单做点野菜糊糊，配点昨日剩下的咸菜就行了。先把野菜切碎，把野菜下到锅里，把粗粮粉一点点撒进锅中，边搅边煮，水别一下子加多，火压小点儿，糊糊要熬开了才好吃。嫂子做饭真好吃，你别动，剩下的我来收拾就行。那辛苦娘了。我来。枝叶在缓缓舒展着，埋在株苗之下的根脉正在一点点的延伸。这几株黄芪已达到最佳状态，可以挖出来卖了。还是种的太少了，光靠着这点东西，顶多就是贴补一下生活，想把日子真正过起来根本不够。今日还是得进山一趟，我想上山一趟。我现在不是孤家寡人了，外出的时候还是报备一下比较好，以免像上次萧瑜那样让他们担心。进山？我想看看能不能再挖点其他药材。我跟你一起，正好进山碰碰运气，要是能抓个野味，也能给家人打打牙祭。一个人行动可以毫无顾忌的使用异能，但要想找到更名贵的药材，肯定得往深山走。我又没什么武力值，如是遇到什么危险，有萧征在，也能提高几分安全保障。好在我使用异能时并无异样，其他人也看不到能量波动。好，那就一起去。嫂子，我也要去。我也去。行，那就一起吧。这地上的泥好黏。咱们走这边。是灰灰菜，长得可真好。哎，这地方我以前怎么没来过？我这媳妇儿找野菜的能力确实很有一手。大哥，赶紧摘啊！这下能好几天都吃饱饭了。我摘的最多。那边。一路走来，他的步伐沉稳，像是心中有数一般，几乎没有走什么冤枉路。一次可以说是巧合，可两次呢？那就说明他必然有什么我们不知的能耐。嫂子，你说去哪儿我们就跟着往哪儿走。我也是，跟着嫂子有野菜吃。再往里走就是深山了，要进去吗？我想往里走再看看，但不会走太远。外围的资源实在有限，能找到的顶多是一些野菜。上次能找到那几株黄芪，已经算是极难得的运气了。若想再找更值钱的药材，只能往里走。你们俩就不要进去了，就在附近找找野菜吧。我跟你们嫂子进去看看，快去快回。如果半个时辰还没回来，你们就先行回家。大哥，我跟你们一起。不行，万一遇上野兽，我一个人没办法护住你们3个人。大哥，你陪嫂子去吧，我们就在外面找找野菜就行了。好，别走太远，小心一点。感知中有一处生机异常浓郁的地方，像一团温润的光，静静地藏在不远处，比之前感知到的那些草药强多了。他每次在选择方位时，目光似乎都会有一阵放空，那种眼神很飘渺，感觉很陌生，很疏远。人参。
而且年份还不低。天哪，发财了！这株人参起码有50年头了，带回家再种上一段时间，肯定能达到100年以上。而且人参的种子还能持续催生，如此一来就能源源不倦产出人参了。这是？我说高点年份，方便后续用异能催生。反正普通人凭着肉眼是很难辨别这其中的细节。这是人参，应该有个60、70年头了吧？你说这就是人参？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看见活的人参。听说人参很是名贵，100年人参更是千难难求。可眼下媳妇找到了一株60、70年份的人参，那岂不是值好几百两？快，帮我把这边的土挖开，别伤到人参的根须，小心点儿。不好，有危险，有东西，还不小。有一种被盯上的感觉。不远处的灌木深处，有一团庞大的生机，带着一股明显的躁动与侵略性，不是植物的温和气息，是野兽。那野兽正朝我们靠近。那是野猪。这头野猪像是在找什么。先躲起来。它该不会是闻着人参的气味寻来的吧？听说山里的野兽对天材地宝最为灵敏，哪怕它们没有灵智，可却天然的知道什么是好东西。可人参就在眼前，总不能就这么轻易就放弃吧？这可是极其难寻的人参啊！想要再找一株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那个运气呢。我可还指望这株人参作为发家致富的启动资金，开启种粮大业呢。他能应付得了吗？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趁他还未完全察觉到我们之前，出其不意先下手为强。等会儿我去对付野猪，你找准时机就跑。夫妻一体，我不能自己跑了，把危险留给萧征一个人。我虽然没什么武力值，但好歹还有个异能傍身。不是吧？那头野猪发现我了，隔着这么一段距离，它都能嗅到。它不是猪吗？怎么长了一个狗鼻子？可我还没有挖到那株人参啊，怎么回事？难道它的目标不是人参，是我？不行，再这么耗下去，萧征怕是要体力不支了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？不碍事，只是些皮外伤。还好人参没被糟蹋。第一次挖到人参，要是就这么被一头畜生吃了，那不得心疼死。那头野猪真的是冲着我来的，难不成是因为异能释放出来的木系气息？可木系异能不是只对植物有效吗？怎会对动物产生了反应？不管了，眼下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人参挖出来，再处理一下萧征的伤口。我这点伤不碍事，不着急。咱们还是赶紧先处理这头野猪吧，不然这血腥气肯定会引来其他野兽。你去把阿哥叫过来，搭把手，我在这里守着。嫂子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大哥打到一头野猪，需要你帮忙。什么？野猪？没有破坏根须。没想到他受了伤还惦记着这株人参。大哥，你真打到野猪了！我的天哪，这得有多少肉啊！这头野猪可真大呀！这也有你们嫂子帮忙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看出什么了？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。万一再引来别的野兽，那就麻烦了。阿俊，去砍2根粗树干过来。哎呦，这是打到野猪了！好家伙，这么大头野猪嘞，得有300、400斤了吧？萧百户厉害啊！这个萧家可有口福了。嫂子，你歇着，我们来帮忙。好，麻烦你们了，麻烦大伙也搭把手。萧征手上受了伤，谢谢大家。这头野猪，我们打算卖一半给村里。如果大家想沾点油温的，稍后可以来我家买。真的？那感情好啊！今日我们也算有口福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，这是打到野猪了，不是进山挖草药吗？怎么整了头大野猪回来？
娘，给我吧。你们没受伤吧？我们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这个儿媳妇还真是个有福运的人啊，每次上山都能给家里带回来好东西，伤了谁也不能伤了这个金疙瘩呀。我娘都不关心我的吗？阿朱，外面吵什么呢？听说萧征跟他媳妇儿进山打到了一头野猪。什么？苏荷和她男人打到野猪了？一头大野猪，那得有多少肉啊？我去瞧瞧。又是苏荷，昨日成亲他就比我风光，今日进山又打到了野猪，凭什么他苏荷越过越好了？怎么所有的好事都让他苏荷占着了？咱哥仨一起把这野猪处理了，免得放久了肉不新鲜。行，没问题。你先回屋处理伤口，别不当一回事。这点小伤，听你媳妇儿的，有媳妇儿疼就偷着乐吧，真是不识好歹。那行，我先回屋。阿俊，你去村里把屠户老张请来，就说咱家打了头野猪，请他帮忙宰杀。好嘞。嫂子，你去照顾小百户，这边交给我们就行。好，辛苦你们了。这株黄芪根须完整，药性十足，用来处理外伤再合适不过。这个时代药物难得，尤其边关，我这药虽然制作粗糙，但只要药效一样就好。别动，我来。疼吗？不疼，忍一下，马上就好。这黄芪能消肿愈合伤口，敷上几日，伤口就能好得快些。往后多注意，别太拼了。都听你的。好了，这2日尽量别沾水，也别用力，伤口愈合得快些。我记住了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你是我男人，照顾你应该的。好家伙，这野猪膘肥体壮，皮肉厚实，萧百户的打猎身手真是10里8乡没人能比。老张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今儿真是麻烦你受累。桂香嫂子客气啥？乡里乡亲的，萧百户猎回猎物，我搭把手本就是应该的。张叔，我们帮你打下手，你尽管吩咐。处理野物是有讲究的，这野猪啊，要先烧滚烫热水把皮烫一下，这毛啊才好刮。热水我已经烧好了。按咱们乡下老规矩，猪血盆放门口，驱邪挡煞，可以保佑阖家安稳。可惜这野猪早在山上就断气了，一点猪血都没剩下。无妨无妨，我多说几句吉祥话，一样能镇宅保平安，野物进门，灾厄全分，骨肉满盆，富贵临门，阖家安康，四季安稳。可不是嘛，这样六件，这不是有错吗？给娃和老人开开荤，大伙儿别急啊，都有份儿。我们家老大猎的这头野猪肉多着呢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不赚大伙儿的钱，就按30文1斤卖。真的吗？那我要2斤，我加1斤。别急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萧月去拿本子。进山一趟，不仅打到了野猪，还卖出了不少银子，这日子真是越过越有盼头了。这个儿媳妇简直就是财神爷派来我们家的送财小仙女啊！都坐下，咱们把账算一算。这么多钱啊！那头野猪将近400斤，扣掉内脏骨头，能出的肉大概在300来斤。家里留了一半，又送了些给帮忙的赵铁山、孙立安，还给了屠户老张的酬劳。零总算下来，卖出去的野猪肉差不多在150、60斤，每斤30文的话，一共多少？我这边是1200文，我这1500文，我这儿有800文，我这边是700文，我手里还有600文，那最后到底有多少？一共是4800文。多少？4800文，那不就是4两多银子了？小5两了。咱们家还从来没有一次赚过这么多钱呢。是啊，这些年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每1文钱都得掰开了花，哪里想过有朝一日能一次进账4两多银子？这都是托了你的福，是你给让咱们萧家带来的福气啊！这是萧征的功劳，他才是打猎的人，我就帮了点小忙。你这丫头就是不肯战功，你的好我们都记着呢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钱是咱们一家人一起挣的，往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娘，咱们把那块猪腿肉给千户大人送过去吧。给千惠送肉？昨日李千户送了那么重的贺礼过来，
人也没留下来吃饭。咱们如今得了野猪肉，该切一条大猪腿给大人送过去，也算是咱们家的一个回礼。况且以后真哥还得仰仗李千户多照应，这人情不能断。对，你说的对，该送的。老大，你这就把那条最厚实的后腿千户送去，用麻布裹一下，放背篓里，免得让人瞧见了不好。好。阿俊，你跟我来，把剩下的肉拿过来处理了。好的，娘。那我去准备稀食。嫂子，我来给你烧火。现在才8月，天气还比较热，这肉不能久放，必须尽快腌了炙晒起来。嫂子，你打算做啥？既然今天有这么多肉，那就得让大家好好解解馋。做红烧肉吧，再炖一锅带骨头的汤，另外再弄2个素菜，荤素均衡，怎么样？红烧肉，嫂子你会做吗？试试看，这样腌上几日就能存很久了。到时候切一块下来，炖汤、炒菜都成。红烧肉，先焯水，炒糖色，炖煮，步骤不算复杂，就是需要点耐心。好香啊！这块带肉的骨头不错，等大火烧开后再转小火慢炖。骨头汤要炖得久一些，才能炖出浓郁的香味。嫂子，你懂得真多，真厉害！回来了，快帮忙把菜端出去，马上吃饭了。好，开饭啦！哇，这么多好菜！嫂子，没想到你这手艺这么好，比娘做的还好吃。你这丫头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还嫌弃起你老娘了？没有。这样的日子真好。今天这一天过得就跟打仗似的，忙得脚不沾地。等等，好像有什么事儿给忘了。我的人参！怎么了？这是发生啥事儿了？人参？还好，还好，没坏吧？没坏，还好好的。那就好。啊，嫂子，咋啦？嫂子这么紧张，到底是什么啊？这是人参，有60、70年头了。这是啥？人参？是我想的那个人参吗？就是你们想的那个人参。这真是人参啊！以前只是听人说过人参这东西贵得很，可却从来没见过，竟是长这样的，又长见识了。是苏荷找到的。这话说的，好似说人参是你找的，我们就会相信一样。全家也就嫂子有这个能耐了。我们今天就在挖人参的时候遇上的野猪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气味把野猪引来了。真没想到你们今天不仅打了野猪，还挖到了人参，这可是传说中的宝贝啊，能卖老多的银子呢。嫂子，你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这得卖多少银子啊？可以买好多好多的粮食了。王桂香，你脸咋这么大呢？这人参是儿媳妇发现的，你好意思让人让出来？那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还是老样子，先种在院子里养上一段时间，等它长得更好一些了，我再拿去药铺卖了。正好3日后就是边关镇的大集，我本来就要去一趟镇上讨选一些种子，到时就顺道把家里的这些药材处理了。卖了药材的银子，我打算买一些地种粮食，然后修缮下咱们的房子。买地？修房子？边关缺粮，军中将士常食不果腹，我们一家的出路全陷萧征身上，唯有他立下军功，才能摆脱低等军籍。村里的自留地仅够粮糊口，萧征日日操练，要上阵杀敌，断不能忍饥挨饿误了性命。因此买地囤粮才是眼下最要紧的事。盖新房可以暂缓，萧征年轻有为，尚有晋升空间，待升任千户，官府便会分配宽敞宅院，当下不必为此耗费钱财，只需简单修缮老屋，改善居住条件，让一家人告别破旧漏风的居所，住得干爽舒适就好。这个儿媳妇不仅能干，还有长远的打算。更难得的是，她处处都在为这个家着想，没有外心，是真心为这个家好。如今世道动荡不安，到处兵荒马乱。老话讲的没错，手里囤够粮食，心里才能踏实安稳。听你的，你做主就成。修缮下老房子倒是可以，只是买地种粮能行吗？咱们边关的土地真种不出什么粮食。房子修缮了，人还可以居住，可这地买了，要是种不出什么粮食，那真就是浪费了。
放心吧，娘，我其实种地挺有一手的。你看院子里的菜地不是种的好好的？老实跟你们说吧，我种地秘诀的。种地还有秘诀啊？自然有技巧的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行，那咱们就种。嫂子，你打算把这株人参就这么直接种在院子里吗？这安全吗？对啊，这可是大几百两的银子啊，真怕有人半夜给挖走了。人参的事，只要我们不说，又没其他人知道。对啊，你们放心好了，只要咱们不说，外人自然不会知道。混杂着黄芪、当归，看起来普普通通，把人参种在里面，谁能看得出来？那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你们俩可把嘴巴闭严实了，谁要是透露出去，我打断谁的腿。知道了，娘。我们才不会把家里有人参的事告诉别人呢。我这就去把它种下。现在天都黑了。没事，就得趁着夜色正好，大白天反而不方便。搞定，回去休息了。好。你伤口还疼吗？不疼了。那就好，早点休息吧。怎么了？我想亲你。这么直接，让我给个什么反应？你怎么感觉这男人还意犹未尽呢？你不累吗？今晚吃得饱。哼，我这是给自己挖了个坑。那以后要是顿顿让他吃饱，岂不是？怕了？谁怕了？经过一觉的调整与修复，总算又恢复到满血复活的身体状态了。这还得多亏我有木系异能，虽然不能为给别人调理疗伤，但对自身却是有着一定的修复能力。昨夜折腾得太晚，他也难得睡得这么沉，还是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。这一刻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每一株植物的状态，哪些缺水，哪些养分不足，哪些长势正好，再将意秘一点点灌注给它们。很好，再这么养上几日，这株人参的年份就能提升到60、70年份了，甚至100年。也不是没可能。阿和，你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娘，早啊，醒了就起来了。媳妇儿都起来了，阿征却还在睡，该不会是中看不中用吧？这可如何是好？哎，那我去准备朝食了。白瞎了那么大个块头了，不行。得想想办法，大不了花银子买药治，我还等着抱小孙孙呢。娘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吃着饭，干嘛总瞪着我？难道是怪我吃的太多了？多吃点儿。你吃吧，我已经饱了。好吧。
瞧吧，他不吃了。真得好好的感谢下朝廷，给萧家分配了媳妇，不然就凭老大这脑子，怕是要一辈子打光棍。阿月，你们收拾收拾，咱们今儿去地里。这几因为新媳妇进门的事儿都耽搁好几天了，眼下正是给秋粮施肥除草的关键时候，不能再耽误下去了。哎，好。你也去，反正你闲在家里也没事。哼，刚刚饭桌上那么能吃，想来身体也没什么大碍了。娘，我也去，正好去看看自家地里的情况。阿和，你就在家歇着吧，地里的供活有我们几个。我可以的，娘，我也想帮忙。那行。不过你可别勉强，累了就歇着。好。哎呦，桂香，这新媳妇下地来了。萧百定也来了，不在家休养休养。阿和，你这头一回下地，累了就歇息，别逞强，知道吗？好的，娘，我知道了。你们几个都快点，磨磨蹭蹭的，像什么样子？从小到大，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些？手磨得生疼不说，腰也酸得直不起来。你这求的什么啊？草都没除干净，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添乱的啊？嫌弃什么？这地里的活儿哪有那么好做？苏荷她也来了。苏荷跟我一样，都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，肯定也不会干农活。如此一来，被指指点的就不是我一个人了。苏荷，你就等着出丑挨骂吧。你们兄弟俩去那边除草。阿月，你跟我一起施肥。阿和，你就帮着拔拔杂草吧，别太累着。好。这块地的土壤颜色偏黄，手一捏就碎成粉末了。庄稼长得也不算好，杆子细，谷穗小，干旱的影响倒是其次，主要应该还是土壤的问题。这是典型的沙质土，颗粒粗、松散、无结构，一挖就散，一踩就陷。最大的问题是保水保肥能力极低，养分留不住，根系扎不深，吸收不到深层的水分。哎，你们看萧家那新媳妇儿怎么了？瞧她那干活的样子，还挺像回事儿的啊。哎呦，还真是！没想到啊，这京城来的丫头也会干农活嘞。桂香有福气啊，这儿媳妇能干。这丫头还真会啊！你看嫂子，嫂子这动作怎么比我还麻利？我媳妇儿怎么这么厉害呢？啥都能干。苏荷啥时候会干农活了？她连花花草草都没有养过，哪会什么种地的活？可眼下瞧着她那干农活的架势，一点也不输村里的姑娘。新媳妇儿是个能干人。是啊，听说厨艺也不错呢。萧百庐倒是眼光好，挑了个好媳妇儿。你这是在除草还是在刨地？土都翻成这样了，真是一点也不省心。阿峰明明挑的最拔尖的，怎么就被萧家媳妇比下去了呢？瞧那王桂香满脸得意的样子，看着就来气。如果能把那些荒摆下来，用异能改良土壤，种上粮食，不出2、3年，产量肯定能翻倍。这有的人啊，看着干得欢，指不定就是做样子给人看呢。骂吧，最好多骂几句，把人骂哭了，让他丢脸。这是在说我吗？这大户人家出来的姑娘，手都金贵得很，哪里干不了这些粗活？指不定回头就得喊累，还得让婆家人伺候着呢。婶子这话说的在理，大户人家出来的姑娘确实比较金贵。不过呢，我虽然是大户人家出来的，但我家老爷子从小就教导过，靠自己双手吃饭不丢人。倒是有些人自己干不了活，还见不得别人干得好。怼得好，嫂子这嘴皮子也挺厉害啊。
婶子，你还想说点什么吗？说什么？我还敢说什么吗？我真是刮目相看。从前老实本分的苏荷，如今倒是藏得够深，这般能干，我绝不能被他压过。苏荷，我们走着瞧。你们都歇着吧，我这就做饭。娘，我来帮忙。不用不用，歇着去吧。你今天出了不少力，快去歇一休，别累着了。这干活的后劲儿还在后面呢。累了吗？还好，就是有点酸。这样舒服些吗？你这手艺倒是不错。开饭啦！走吧，娘叫咱们吃饭了。开饭喽！干了一上午的活，这会儿吃什么都香。娘，您这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。少贫嘴，只要沾了肉，你吃啥都觉得好吃。吃得好饱。趁着这2日休假，我多砍些柴火，给家里都储备着。我也去帮忙。我来帮忙。大哥，咱们比赛，看谁砍柴砍得多。好。对了，碎布，这些碎布看看能怎么用。要是能好好利用起来，说不定真能变废为宝。娘，阿月，过来帮个忙。怎么了？来啦！你们看这些碎布，咱们把它们按颜色分一下，同一个颜色的放在一起。行。这些碎布颜色真好看。是啊，咱们一家人一起动手，啥都能变好。嫂子，你拿这些碎布是要做什么？你们还记得前几日阿月帮我折的小红花吗？记得啊，有了小红花的点缀，那光秃秃的木簪子变得好看了呢。对啊，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些碎布要是能好好利用起来，说不定能变废为宝。怎么个变腐为宝？我发现咱们边关这里的女人发饰都很少，一般大家都是木头簪子，或是一块粗布当头巾，十分简单粗糙。嗨，金银饰品买不起，咱们可以把这些碎布做成装饰木簪子的小花，或是发带什么的，甚至可以做成拼布小挎包、布偶小动物。嫂子，你是说做好了拿去卖吗？这能行吗？试试看呗。不过我手工不太行，但我可以提供点子，你们手巧，你们来做，做出来了，我们拿到集市上去卖卖看。行啊，反正我下午也是闲着的，做这些手工活也不费什么事儿。这能行吗？要是卖不出去呢？卖不出去就算了，反正这些碎布也是白要来的，不花钱，就是费点人工而已。放心，我们肯定能卖得出去。你们觉得我头上的木簪子不好看吗？好看，这不就对了。这赚来的银子就算你们的零花钱。这怎么行？这主意是你出的，碎布也是你拿回来的，怎么能都算我们的？对啊，嫂子，这不合适。没什么不合适的，娘，你也得多心疼自己，不能把钱都花在孩子们身上，手里有点私房钱，自己想吃什么就能买。你这，咱们女人就得学会多爱惜自己，这手里有了银子，不管做任何事都有底气。嫂子，你说的真好。好了，娘，咱们先把东西做出来，现在银子都还没到手呢，想那么多也没用，况且也卖不出什么大价钱。别这么说，能有个赚钱的营生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娘知道你是真心在为这个家着想。都是一家人，说这些干什么？哎，好，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你们看，这种红配绿的可以拼成小挎包，这种碎花的可以做成发带，这种素色的可以编成发绳，这些还可以做小布花，到时候装饰在木簪子上。我觉得发带好做，就是把碎布缝在一起，两头系个绳子就行，还有发绳，拧几根布条编起来就成。小挎包虽然麻烦点儿，但要是能做出来，应该能卖得起好价钱。那咱们就分工做，阿月做发带和发绳，娘做小挎包，我呢试着做点小布花，到时候可以装饰在簪子上，或者单独卖。
好。要不是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想到这些破豆头还能变成宝贝。这叫废物利用。嫂子就是聪明。他的手可真巧。嫂子，你看，不错，很好看。边关女人平日里装扮都灰扑扑的，这么鲜亮的发带，肯定有人喜欢。你们这是做点小玩意儿，过2日拿去集市卖卖看。他是个有主意的，脑子里似乎总有些旁人想不到的。这2天我们一共做了各色发带、发绳120条，带小花的木簪40根，拼色小挎包10个。正好明天有集市，可以去卖了试试看。好。至于价格，发带8文钱1条，发绳5文钱2根，带小花的木簪15文1颗，拼色小挎包30万1个。这价格在边关算是中等偏下，但咱们的碎布毕竟是白来的，成本为0，只花了点人工和针线钱，这样定价也算公道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，那今天都早点休息，我们明天一早就去。都收拾好了吗？好啦，走吧。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。肯定能，你做的那么好看，肯定有人喜欢。就是，就算咱们手艺粗糙，但这些东西好看啊，肯定说是边关的头一份了。咱们赶紧找个好位置。去那边。这里人流不算最多，但也不算少。最重要的是地方宽敞，不会太挤。就这儿了。来，把东西摆上。大姐小妹，过来看看吧，京城来的新鲜玩意儿，边关独一份呢。这是京城来的。出门之前也没听嫂子说京过呀。城的名头在边关确实响亮，只要跟京城安边的东西，即便贵些也是好卖的。况且嫂子本身就来自京城。这是卖什么的？有木簪，怎么这木簪还带着小花啊？可真好看。这5颜6色的，瞧着就鲜亮。这叫发带，用来梳头盘发的。这样绑在头发上，不仅能固定发型，还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更精神、更好看。阿月，过来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，就能看明白了。哎呦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这发绳啊，用处更多，可以编进辫子里，可以绑在发髻上，还能这样。天啊，一下就大变样了，这也太好看了！没想到看着不怎么起眼的木簪子就能变得这么精巧。你们看，简单的发带、发绳就能让整个人的气色都不一样。咱们女人日日操持一家大小，可越是这样，就越该对自己好点儿。花不了几个钱，不仅能让咱们更精神，好看的事物瞧着心情也会更好些，多值啊！这位娘子，小妹，你是有什么顾虑吗？只管说，没事的。我想问，我买了发带，你能不能帮我盘下头发？我觉得你弄的发型很好看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这条怎么样？你五官大气端庄，这个颜色适合你，显得沉稳又不失少女感。好，就这条。好了，你看看。哎呦，这一弄，这姑娘看着更俊了，可不是嘛，气色都不一样了。这发带怎么卖的？发带1条8文，料子软和，扎头发、绑发髻都好看。还有这种拼色发绳，5文就能拿2根，日常晚发最方便，料子扎实，价钱也实在。我拿2根发绳，1支木簪，一共20文，您拿好。这木簪怪精致的，上面小花是绣上去的，手工雕刻木簪，缀的布艺小花，1支15文，戴头上衬气色。还有小布包，30文1个，能装铜钱、手帕。娘，我要这个带小花的簪号。小姑娘就爱这些小玩意儿，给我拿2支木簪，再拿3条发带，一共54文，您拿好。别急，小心摔着。这才半个时辰，就已经进账1000多个铜板了。
阿和，你跟阿征快去办你的事儿，这里就交给我们便是。那行，娘，辛苦你们了。说这些干啥？应该的。阿月，有人问，就按我刚才说的推荐，别怕，大胆点儿。带来的饰品已经卖出去了一大半，剩下的他们应该能搞定，就让他们先慢慢卖着，若是实在卖不完，回来再便宜点处理就是。走吧，咱们去药铺。哎呦，是你们啊，又来送药材？是，不过这次带来的可不是普通货哦，那我可得好好瞧瞧。掌柜的，这药材贵重，能不能换个地方细说？行，跟我来。野人参，真的是野人参啊！千真万确，掌柜的是行家，看看就知道。炉头完整，五花炉，须根无损，体态饱满，这品相，这得有70、80年的年份了。掌柜的好眼力，我也不太懂，只是听人说过，这东西年份越久越值钱，是吧？何止是值钱，你这小娘子上次送来的黄芪就已经品相极好，这次竟然又弄来了野人参，还是80年份的，这玩意儿可不易得呀。我也是运气好，在山里碰上了。实话跟你说吧，这株人参要是放在京城，至少能卖600、700两，甚至上千两都有可能。果然值钱。但是这里是边关，不是京城，真正买得起这种好东西的人屈指可数。我收了也得想办法找买家，这中间的风险和成本都得算进去。这样，500两，这已经是我能调动的全部现银了。你要是嫌少，我也没办法。这药铺虽然开了20多年，但边关生意难做，我手头的现银就这么多。要不是看你这东西确实好，又是熟客，我也不会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银子。500两，比预想的要好。行，500两，成交。爽快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小娘子，你收好。没问题，多谢孙掌柜。这东西可得好好存着，等找到合适的买家才能出手。掌柜的，我还想买点药。买药？我男人是当兵的，平时操练难免磕磕碰碰，我想着在家里备一些能应急的药，像什么头疼脑热、外伤感染什么的，也能第一时间处理。你这小娘子防范意识真好。这是清热解毒的，这瓶是治头疼脑热的，这是治跌打损伤的。有没有好点的治外伤的，比如刀伤、剑伤之类？有，稍等。这是金创药，专治刀伤、剑伤，止血会服的，效果极好，不过价格也贵些，一瓶要2两银子。我要2瓶。还有没有补气血的，或者补身体的？有。这是补气血的，这是补肾的，这是补脾胃的。这些给我各来2瓶，一共是22两5钱。果然，不管哪个时代，药物都最费钱。孙掌柜，这100两麻烦你帮我换成一张50两银票，剩下的找粮换成碎银子。行，没问题。麻烦孙掌柜了。应该的。要是往后还有什么好药材，你尽管送来，我保证给你最好的价。一定。集市里有专门给胡商、游商摆摊的地方，要不要去看看？走，瞧瞧去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稀罕物样。这片是专门留给胡商游走各国小贩摆摊的，常年往返3国，什么稀罕货都有。我的天，果然来对地方了。那是木蜥蜴能告诉我，那几个布袋里的生机非常强，所以那些袋子里装的是种子。老伯，这里面装的都是啥？种子，西边带过来的。西边的？那咱们这边的地能种活不？能活，我们老家家家户户都种的。是种子吗？是，这种黄色的是玉米种子，这种涩涩的是高粱种子，这个个头稍大些、颜色发黄的，看着有些像豆子，但又不太一样。还有这些。老伯，这个小小的红圆子叫啥？这是番薯子。番薯，这不就是红薯？末世救命高产粮。那这个黄的呢？番豆子。土豆，
土豆和红薯可都是产量高、耐存放，而且随便种种都能活的粮食啊！边关年年缺粮，这不就是救星吗？木西一能告诉我，他说的是真的，这确实是土豆和红薯，也难怪我第一眼没认出来。后世科技发达，全用根茎育苗或者切块育苗，几乎没人知道这两种作物还有种子。但这个年代不同，没人懂块根栽种，只能用种子，故而长势参差不齐，产量极低，很少有人愿意栽种，反倒是让我捡了便宜。还有西瓜籽，西瓜虽然不顶饱，但边关天干，种出来不但能自家解渴，要是拿出来摆摊卖，也能是一笔进项。老伯，你这些种子一袋卖多少钱？50文一袋。还好没漫天抬价，旁人看不出这东西的价值，到了我手里，来年就能翻个身。老伯，这几袋种子我全都要了。全都要？没错，你数数一共多少袋，算总价。1、2、3、4、5，整整5袋，合计250文。小娘子出手真爽快。他是个心里有成数的，既然他看中，那这些种子必然是有用的。八角、桂皮，这些都是平时用得着的，炖肉、熬卤都可以放。这布花色从没见过，料子摸着也软和，做里衫、衬裙最合适。娘和阿月平日里做活只有粗布衣裳。挑3匹回去，给他们每人裁一身新衬裙。西域野外风干果子，平日里当零嘴，煮粥都可以，蒸糕丢几颗也香甜。小孩子都喜欢吃甜，买一些回去给阿月他们当零嘴吃。今天真是顺风顺水，不但人参卖了钱，还淘到了这么珍贵的良种。等后面把田地置办下来，把种子全部种上，这日子肯定越来越好。姐，这拼色小包很衬你的，要不要看看？我再看看吧。回来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很顺利。这会人多眼杂，不是细说的时候。娘阿月，咱们收拾东西吧。这就走了？可还剩些没卖完呢。没事，留着下次再卖。嫂子，再卖一会儿吧，说不定还能卖出去几个。你们还想继续做这门小生意吗？想啊，辛苦2日就能赚到1两多银子，这换做以前，我想都不敢想。而这些手工活对我们来说压根不费什么事。就是能赚钱的营生，谁会不愿意做？娘，阿月，我得提前跟你们说清楚，这些饰品说实话没太多技术含量，懂一些女红的人多研究几遍就能琢磨出来了。那岂不是很快就赚不到钱了？如果你们想当做长期营生的话，可能做不长久。但短期内快赚一笔还是可以的。趁着现在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，咱们完全可以抓紧时间，找人帮着一起多做一些，然后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卖，就能快速大赚一笔了。找人做？对，光靠咱们3人，产量很有限。但咱们村里那些妇人，哪个不会做针线活？咱们可以把活分给他们做，做好了咱们按件给钱。如此一来，他们能赚点零花钱，咱们也能多做些货出来，两全其美。对呀，这是个好主意。不过这有个前提，咱们得先把碎布备足了。不然光有人做，没有足够的碎布料也白搭。那去哪儿弄碎布？成衣铺子。好吧，听你的。下次赶集，咱们一定要多做点。对，这次发手卖的最好，可以多做点。拼色小挎包也不错，就是费时间。没事儿，咱们可以找人帮忙做嘛。如今家里能有这般境况，都是他的功劳。这汤饼太香了。浓浓的羊肉香气混着葱花荷香菜的味道，远远的就闻到了。我忙活到现在，肚子早就饿得不行了。今日赚了钱，当然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。赚钱的意义不就是在此？阿和，成衣铺子在那边。没走错，咱们先吃点东西再去成衣铺子，不然等会儿逛完，拎着的东西太多不方便。不用，咱们回家做饭吃，在外面吃那得花多少钱啊？忙了一上午，你们难道不觉得饿吗？不饿。我不想的，是他控制不住叫的。走吧，别磨叽了，咱们今日赚了钱，吃一碗汤饼就当犒劳一下自己。店家，来3碗大份的汤饼，2碗小份的，再来6个糊饼。一般来说，一个人1个糊饼就够了，但萧征是例外，多买的那个就是给他吃的。好嘞，客官稍等。
来嘞，3碗大份儿，2碗小份儿。这汤炖的奶白奶白的，一看就好吃。汤里有羊肉丁、羊杂，还撒着葱花和猢狲，闻着就香。客官，你们的糊饼，快吃吧，别愣着了。烫！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好鲜啊！这汤确实鲜美，羊肉炖得烂烂的，入口即化，面片筋道，嚼起来很有劲。吸饱了汤汁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肉香。鲜鲜浓郁中透着一丝咸，夹带着羊肉特有的鲜味，油香却不腻。面片厚实，糊饼酥脆，简直绝了。早上就喝了1碗菜糊糊，稀的能照见人影，根本不顶饿呀。可婆婆却是抠搜的，非得赶完了集回家吃饭。苏荷竟然在吃汤饼，之前的男子明明十分嫌弃她，如今却处处待她体贴，赶集还带她吃汤饼，频频为她添置物件。不是说萧家很穷吗？如今算怎么回事？老大媳妇儿愣着干啥？还不快过来帮忙！来了。明明我什么都比苏荷强，这日子怎么就越过越不如她了呢？你够了吗？要不要再加点？不要空着肚子啊！饱了，时刻被媳妇儿惦记的感觉真好。店家结账。哎，3碗大份每碗20文，2碗小份每碗12文，6个糊饼每个8文，盛会132文。真贵啊！100多文都够家里用很久，买很多东西了。我来，你别跟我争啊，就用今日摆摊赚来的银子付账吧。行，我不争。多谢客官，下次再来啊。这一顿吃的可真饱，稀食都不用吃了。要不是吃了糊饼，我还能喝1碗汤。喜欢吃，咱们下次再来。哇，今天街上好热闹呀！掌柜的，我想给家里人都置办一身衣裳，您看看有什么合适的款式？有。不是来买碎布头的吗？怎么变成给一人买一身新衣裳了？这得花费多少银子呀？阿和，不用买成衣，咱们又不缺衣裳穿。前几日不是才置办了一身吗？娘，咱们现在有钱了，不差这点。而且如今已是8月底了，要不了多久也该准备秋装了。趁着这次大家都在，正好置办了。再说镇上就2家成衣铺子，直接去买碎布头恐引人关注，还不如以买衣裳的名义让掌柜送些碎布料当天头。另一家就找个练习女红或者缝鞋面的理由去买，这样一来2家的碎布都能弄到手，也不会引人怀疑。李是这个理儿没错，可全家人都置办一身成衣还是太贵了，成衣不划算。咱们就买布料回家自己做，省下来的钱都能又做2身衣裳了。听娘的，咱们买布匹回家做。对啊，嫂子，娘说的对，咱们自己做就行，何必花这冤枉钱？行吧，这媳妇儿真的是哪儿都好，就是花起银子来太大方点儿。棉布4匹，葛布2匹，还有这些针线，共计1两2钱银子。掌柜的，上次您不是送了我一袋碎布头吗？那些碎布我拿回去就被我家亲戚分走了，您店里还有没有？碎布有是有，不过娘子要那么多碎布做什么？哦，我打算拿回去练练针线活，还想给孩子做些小玩意儿，鞋垫什么的。孩子，他都已经想到给我们孩子做小衣了吗？好像也不是不可能。如果有一个像他一样软乎乎的女儿，似乎也挺好的。那行，反正这些碎布堆在库房也是占地方，您要的话，我让伙计给您装1袋。你看看你库房能装几袋，我都要了。我们能来一次镇上不容易，如果量多的话，我也不白拿，我再添点钱，怎么样？确实还有些，大概能装3袋吧。这样我也不多要，你再添15文如何？可以，多谢掌柜的。阿俊，你去叫辆牛车。好的，大哥。你和阿月在这守着，我和阿征到另一家成衣铺子把碎布头买了。好，你们放心去吧。今日这趟赶集，咱们家也算是满载而归了。哎呦，萧家这是干嘛去了？瞧那车上大包小包的，这是买什么了？走，去瞧瞧。桂香嫂子，这是去镇上赶集了，
买了这么多东西呢。是啊，赶集了。都买啥好东西啊？瞧着挺多的。没什么，就是些日常用的。日常用的能有这么多？这装着的瞧着像是布匹呀。桂香嫂子，你们家最近是不是发了财呀？怎么舍得买这么多东西？发什么财？你跟我说说，有啥好财路？就是攒了点钱，给家里添置些必需品罢了。必需品能买这么多？桂香嫂子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，跟大伙说说呗。你们家是不是有什么赚钱的门路？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有好事也该分享分享嘛。分享？你娘家送来的那篮子蜜瓜，给大伙儿也分一分啊！你总不能吃独食吧？哎呦，桂香嫂子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这不是好奇吗？你家里藏了多少银子啊？说说呗，我也挺好奇的。你想得到没？我们家不管有什么，那也是我们家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要是有赚钱的门路，会告诉我？当谁傻子呢？有这八卦的时间，还不如去多开几亩荒地实在。切，神秘兮兮的，就是有什么好得瑟的？走，我们跟过去看看，看看萧家到底买了些什么。老大老二，把东西都搬到院子里去。那是布料吧？那么多麻布袋子，装的什么啊？行了行了，别堵在门口了，让让。这王桂香架子可真大，就是问一句都不行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说不定就是买了些破烂装样子呢。别是拿野猪肉去镇上换的吧？那可不少肉呢，谁知道呢？唉，这些老娘们儿真是烦死了。娘，你刚才怼的可真痛快。那是，村里这些老娘们儿就是没脸没皮的，面对他们就得这样做。你要是跟他们客气，他们就会蹬鼻子上脸，恨不得把你家底都翻出来。如今咱们家也才刚有起色，都还没稳定下来，怎么可能大咧咧的宣扬的人尽皆知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惹人眼红不说，万一被人使了什么法子，咱们家还怎么赚钱？娘说的对，就是有些人就是见不得人家日子过得好。让你看笑话了。其实村里人本性也不坏，都是穷日子闹的。边关宫寒，日子难熬，谁不想多挣点银子贴补家用？唉，可这一没门路，二没个手艺的，想赚钱哪有那么容易？娘，我明白的，不会跟他们过多计较。这个世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问题，但只要在大是大非面前端得住立场，那像是自私自利、贪慕虚荣这些本性上的缺失，也不过是市井百姓的一些生存之道罢了。你是个好孩子。除开今日花掉的，现在还剩1两320文。娘，咱们真的赚到钱啦！是啊，阿和，这些钱你收着吧。原本以为没多少，还打算收着当家用，没想到竟有1两多的银子，这笔钱分量不轻，有点烫手。娘，饰品基本上都是你跟阿月做的，我也没出什么力，今天也一直是你们在卖。我之前就说过的，这门手工活赚的钱就是你们的。为了不让他们有负担，也避免之后有隔阂，干脆现在就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。娘，我那株人参卖了500两，这钱我打算买地种粮食，或是种一些瓜果药材什么的，就不给你了，我自己有用处。所以摆摊的钱我也不要，甚至以后你们赚的都自己留着，就跟上次卖野猪肉一样，算作我们夫妻俩给的生活费，就贴补家用。之后每个月我们夫妻俩都会根据情况给你一笔贴补家用的钱，至于怎么支出，你自己决定就好，我们不干预。儿媳妇是个有能耐的，她看不上这些小钱。你说的在理，娘没意见。你有本事会刨话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哪会拦着你？话说开了就好，没了猜忌隔阂，往后的日子才能过得踏实顺当。他说的话句句在理，让人听着就特别顺口。至于意义，我现在还靠他养着呢，能有什么意义？真哥，这里是200两，趁现在还早，你去找村长说一下咱家买地的事，尽量与村里人的土地隔开。还有，咱家的地最好集中在一块儿，不要分散的区域，那样不利于管理。至于银子来源，今日采购回来的东西还能糊弄过去，但买地这种大事是没办法糊弄的。萧家的家底，村里人都清楚，倘若不给个说头，还不知道大家会议论成什么样子。你就跟村长透一半吧，就说我们家在山里挖到了一根小人参，卖了一些钱，这样既给家里的变化过个明路，又让大家知道这笔钱被用来买了地，这样也不用担心被人惦记了。正好用这个由头堵住旁人闲话。
好，我明白了，明日就得回军营报道。买地这件事，今天就得给媳妇落实好了。今晚的晚饭简单些，午间吃了汤面和糊饼，做一锅野菜小米粥就够了。我回来了，大哥，正好开饭了，快去洗洗手。快吃吧。终于吃上米称了，真是不容易啊。今日赶集的时候，特意买了些小米和高粱米，各20斤，足够家里吃到下次赶集了。在现代，各种粗粮和野菜无疑是绿色、健康、养生、营养的代名词，大家都觉得这样吃对身体好。可这个前提得是身体不缺吃喝，且饮食过于油腻不健康的情况下，才会选择这种清肠道的饮食方式。但如今这个年月，肚子里本就没什么油水，每天还吃各种粗粮和野菜，真的是人都能吃得脸发绿了，这肠道哪里受得住？别看萧征高大魁梧，但身体底子还有些虚，体质素质并不是各方面都达标，必须好好调养滋补起来。不止萧征，萧家其他人包括我在内，都需要好好调理下身体。但调理身体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只能一点点改善饮食，多吃点儿。知道了，娘。买地的事已经说好了，我今天去屯书办那里看了手绘的田图，按你说的，找了些连在一起的农田。买到了。就差一些手续了。边关的耕地分3种等级，第一种极边荒地，也就是城墙外靠近敌军且没有水源的新垦荒地，这种地最便宜，每亩300文，100亩也就30两银子。但田地太荒了，常年受扰，基本没人愿意去开荒种植。那种地可不能买啊，根本种不出粮食，还得倒贴。我也没选那种。第二种田地属于中等农田，基本就在军户村附近或者城内，这种地每亩500文到800文不等，具体看地段，100亩地大概需要50到80两左右。第三种就是边关的熟田，属于上等农田，地段靠近营地周围，地力稍好些，有薄肥，收成也稳一些。这种地每亩要1两至2两银子，100亩地就得100到200两。你选的是哪种？按你的要求，农田尽量要连在一起。我在屯书办的手臂图上选了60亩中等农田，40亩上等农田，刚好这2片地处在交汇处，能一起圈起来。2种规格的农田一共100亩，加起来122两，再加上办理手续和证件的费用，算下来差不多125两。行，就这样，100亩地125两，算下来还是挺划算的。最主要也是边关的地界特殊，土地不值什么钱，自然无法跟内陆相比。明天让阿俊跟着村峦跑一趟衙门，找官府盖契，登记入黄册，然后我报备给卫所。按律法规定，军户买民田，民田民粮不充军役，只需每年向州县上缴1成粮税就行。好，那就辛苦你们了。阿俊，明天你跟村长去衙门，把地契办好。好，明天你拎1块腌肉给村长带过去，这次麻烦人家了。好的。这个男人虽然平时话少，也不会说一些甜言蜜语哄人开心的话，但执行力却是没得拖。就因为我之前抱怨了一句木桶太小，梳洗起来实在不方便，他就亲自做了个大的。怎么样，合你心意吗？很好，我特别喜欢，这是奖励。他主动亲我了，你喜欢就好。傻样。好啦，我要洗澡啦，你出去吧。这媳妇儿，别躲。我还要洗澡。一起洗。几时了？卯时了，我该去军营了。那你快去准备吧。我去给你打水。昨晚那么疯，现在又温柔的不行，这个男人还真是……哎呀，这日子真是越过越有滋味了。
娘，您做什么呢？手擀面条。阿征今天要去军营，得吃点顶饱的。那我给他做点能带去军营的吃食吧。能带去军营的吃食？军营里的伙食不好，他吃不饱。我想着给他做点锅盔，等他饿了的时候也可以垫垫肚子。那行，你做吧，面还有。好。滴点油，这样更香一些。面团醒好，做出来会更松软。得小火慢烤，两面才能至发黄发脆。把饼贴在灶壁边烤一会儿，让外皮更酥脆。一共做了10个。家里4人，1人1个鲜肠胃，剩下6个用油纸包好，给萧征带去军营。只有临行前，才能吃上这样一碗极好的鸡蛋面。不着急，你媳妇还在给你做好吃的嘞。你是个有福的，娶到了一个好媳妇。我确实很幸运。我就忍不住想到当初在寨场上我还拒绝他，真是不识好歹。好在媳妇慧眼识珠，坚定地选择了自己，不然这么好的媳妇就要错过了。这是猪肉锅盔，你带去军营，饿了就吃。这个冷了也能啃，越嚼越香。好，谢谢你。跟我还说什么谢？快走吧，别迟到了。那我走了。突然和他分开，我竟有些不习惯。路上小心，晚上早点回来。好。好香啊！这是什么味儿？你们嫂子做的猪肉锅馍，赶紧去洗漱吧。好。1人1个，快尝尝。好吃！这外面脆脆的，里面还有肉呢，好好吃！嫂子，你这手艺可真好，这锅盔可比镇上买的糊饼好吃多了。那是，有肉能不好吃吗？确实不错，外皮硬，里面香，还耐放。这要是带去地里干活，中午垫垫肚子，那就太省事儿了。那以后我多做点，你们去干活的时候带着。好。阿俊，这块大点的肉你给村长，这一块你给沈叔办，嘴巴甜一点。今日要麻烦他们俩帮着咱们办手续了。这一钱等于100文，这个拿着，见机行事。午间的时候请他们吃碗面，或是喝个茶什么的。如果有牛车就坐牛车，否则下次谁还愿意尽心尽力的为你办事？好的，嫂子，我知道了。快去吧，早去早回。